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印度商品征收50%的关税，在8月27日正式生效，以惩罚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外媒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是十分气愤4度拒接特朗普的电话，而白宫方面强硬表示，如果印度不让步，总统特朗普也不会让步。据传4次拒接特朗普电话，莫迪是在欲救还迎，还是要造美国的反？美国重压之下，印度最终会削减俄罗斯石油吗？美印僵持之下，莫迪从29日起依次访问日本和中国，并将出席在中国天津举办的上合组织峰会。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东京现场，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将带来莫迪访日的最新动向。莫迪在访日后将出席上合峰会，却不参加北京93阅兵仪式，这是出于什么考量？此次莫迪访华将如何促进印中关系的良性发展？在北京现场，我们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娄春豪先生，在昆明现场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一起来连线解读印度总理莫迪的东游记。我们先来看贾小培的主综报道。美国东部时间8月27日，特朗普对印度征收50%的关税正式生效，其中25%为8月7日起设定的基础关税。之后时隔20天，特朗普将关税再翻倍，作为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惩罚。此举也让印度成为特朗普征收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关税预计将冲击印度价值48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涵盖成衣、皮革、珠宝、农产品等领域。这一关税政策的实施是美印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印度是首批与特朗普政府展开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但双方的5轮谈判均无果而终。印度不同意向美国开放其农产品和乳制品市场，并与美国在购买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原定于8月25日起访问印度，却临时宣布行程延期，让双方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的希望也彻底破灭。在贸易谈判期间，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印度方面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印度总理莫迪多次强调，不会以牺牲本国农民利益为代价，开放农业市场以换取美国在关税上的让步。而在购买俄罗斯石油问题上，印方也多次重申，保障印度人民的能源安全是首要目标。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毫不客气地表示，支持商业的美国政府却对别人做生意加以指责，真是讽刺。双方的对峙在新关税生效前夕再度升温。有德国媒体26日报道，特朗普近几周曾至少4次尝试与莫迪通电话，但莫迪拒绝与他交谈。而白宫方面27日则称，特朗普不会成为先让步的那一方。There are going to be ebbs and flows in things before we reach the final position. And if the Indians don't budge,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will either. 从2月份莫迪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互称好朋友，相谈甚欢，到现在两人陷入冷战模式，短短半年间，美印关系急转直下。莫迪并不是会在原地等待特朗普回心转意的人，他暗示接下来印度会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并迅速将外交重心转向了亚洲伙伴们。8月29日起，莫迪将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外界分析指，经济安保和民间投资将是日印首脑会谈的最重要议题。美国高额关税生效，重压下印度汇丰妥协。莫迪拒接特朗普电话，去意已决还是欲擒故纵？转向亚洲谋划新局，如何解读印度外交动作？步步为营。印度总理莫迪看东方看到了什么呢？截至北京时间28日晚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印关系的相关话题受到各地媒体关注。美国媒体热搜主要关注的是明尼苏达州的天主教学校的枪击案，还有墨西哥暂停向美国邮寄货物，以及以色列进攻加沙计划等。而印度媒体头条是前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就美关税向政府发出警告。排在第2位的是自然灾害，排第3位的是俄罗斯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而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3位分别是聚焦加沙的饥荒持续，以及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以及天气消息。总是想着有这个热带气旋出现，有个台风假。好，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特朗普关税的气旋真是席卷全球啊！我们来看一下，印度总理莫迪据说是在过去数周内至少4次是拒绝了这个川普的通话，4度拒绝。报道并未透露来源的消息，华府和新德也拒绝证实。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娄院长，您觉得这样的消息可信度有多少呢？据说是拒绝了特朗普4次的通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到了一个近年罕见的一个低点？
现在关于这条消息的那个双方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待确认。但是至少它这种消息的一个这爆出本身就反映了美印关系的一个变化，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美印关系的一个变化确确实实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的。因为在今年初的这个莫迪访问美国的一个过程中，其实美印关系双方对于美印关系的都强调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势头，但是过去几个月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围绕着印巴关系的问题上，围绕着这个美印关税的一个问题上，双方呢应该这个矛盾和分歧不断的一个扩大。应该现在来看，无论在面子还是里子上，美印关系都出现了一些都面临了一些挑战，比如是在面子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呢，他实际上是习惯于搞这种以交易式外交来搞这种服从性测试。那么所以呢他公开表示就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呢，在这个印巴关系冲突的这个过程中呢，特朗普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从印度这方面来讲，那么他在涉及到跟巴基斯坦的双边问题上，他是一向来都是反对或者是否定第三方的一个参与和介入的，所以这是在公开的问题上，那么就没有给特朗普面子当然这个这个莫迪这边他有他国内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考虑，所以从面子上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双方实际上是两个政治强人，那么在这个给国内政治的一个回应以及国际上的一个地位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肯定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另外一个，我觉得从理智问题上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近期的这个美印关于这个关税的一个谈判的问题上。因为最开始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发动这个关税战以后呢，印度国内其实一开始是一片欢欣雀跃的，他们认为给印度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机会，承接产业的一个转移他们觉得这个美印可以达成一种 mini pact，就是一种小版的微型版的这种协定其实是这个一片的这个肯定的一个声音。但实际上事实证明，那么美印在围绕着一些具体的一些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他们是无法进行一个妥协的。那么特朗普的这种美国优先和印度他这个印度优先，以及特朗普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印度让印度再次伟大之间，它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所以无论从面子和里子这个问题上，美印呢过去几个月都出现了一些分歧，这也就是使得美印之前他们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特别是对华战略中的一个价值有所下降。那具体而言，为什么美国和印度一开始寄予厚望的谈判，最后会谈成这个样，加了50%的关税甚至比中国和美国谈的都要难为什么会这样的难度呢？对，它实际上是这个50%的关税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25%的这种基础的关税，还有25%呢是惩罚性的一个关税。那么实际上是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特朗普他这种施压式的这种交易式的一个外交，对于印度来讲，对于莫迪政府来讲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涉及到的这个农产品等等这些问题上。那么对于印度这个莫迪政府来讲，其实国内的农民群体这个包括中小企业是莫迪政府非常看重的这么一个民意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所以他很难说做出很大的一个妥协。包括我们对他的一个美国对印度的这个提高关税的这个商品结构来看，那么也可以看出来。那么对于这个像医药然后这个电子产品这些实际上是免除这些关税的一个增加的，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印度莫迪政府想极力发展的一些制造业，或者是跟印度国内就业密切相关的一些产业。所以对于莫迪政府来讲，那么这个跟他国内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必须无论从他自身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转型，还是从他的一个维护国内的一个政治群体的一个支持来讲，他都很难做出妥协。当然还有25%就是所谓的惩罚性关税呢，就是因为美国指责印度过去几年在俄乌冲突以来，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的这个问题上，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但是特朗普这次把它这个单独拎出来，我觉得也是是一种极限施压的一个手段吧。好的，
谢谢罗院长。特朗普为了区区的一点关税，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啊，连莫迪都欺负。那莫迪是4次电话都不接，也是表达了愤怒。再有请在昆明的张家栋教授，您如何来看现在的美印关系？有专家说，现在的美印关系跌至自1998年印度试射核武之后，美国对其实现制裁以来的最糟糕的阶段。这个关税是否已经是盖棺定论？谁会最后服软？首先这个美印关系呢确实比较差，但是呢，目前美印的冲突点，其实在美印关系中间呢，它的重要性是有限的。那为什么印度人敢于怼呢？因为其实整个美印的贸易，在这个美国的盘子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目前所有的加关税，就我们讲的50%，其实它覆盖面积大概占整个印度输美商品的55%。那么仍然有1/3的印度输美商品呢还是免税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呢还不受到这一次加惩罚性关税的影响，因为它的影响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它一共大概400多亿的出口额有可能受到影响，这还是指有可能受到影响，这还不排除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特批啊，或者是优惠啊等等的，还是有可能的。那么美印双方可能在其他环节还在进行沟通，这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美国加这个税的根子不是因为美印的贸易，它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印度在美国最关心的议题上，他认为他不配合，主要是这个俄罗斯的问题。这个尤其是特朗普，他认为调停不能成功，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给俄罗斯输血，导致俄罗斯拒绝让步，让特朗普实现这个所谓的俄乌和平，去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事儿到现在都不能够实现目标。他因为这些问题牵弄于这个印度。我认为特朗普对美印的这个关税和贸易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因为他对美国的重要性其实是比较低的，这是这个问题。至于两个国家谁先眨眼，这轮冲突也确实让我们这些研究的人确实有点意外。按照道理它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很早其实就有了一些共识，那为什么还居然成了一个最坏的一对这个贸易关系？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点，除了刚才讲的涉及到俄乌冲突以外，更关键的是性格因素，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因为特朗普经常会因为个人的某些需求去牵弄于其他国家，而在印度一侧，莫迪总理执政10几年，他也培养出自己的强人的这种人设，他也是不能轻易让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就让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引入了领导人的个性化的因素、情绪化的因素，就导致这个问题走到今天。其实我交流的印方的人士，主要是做政策的这些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印度其实没有多少牌，最终印度是要让步的。这种声音其实已经讲了几个月，为什么最终还走到今天？我认为就是印度的官僚层，就是莫迪他们代表的人，他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内政治的需求，更多的考虑是领导人自己的这种颜面，因为这个颜面本身也是国内政治的一部分。那问题的复杂性在这，我想最终恐怕印度还是要让步的，但这个让步可能不会用我们看得见的方式来表达，毕竟印度的牌总体来讲还是少一些。可能问题的本质是两个人都比较傲娇哈，这个性格上的冲突是很重要的。那您提到了印度的牌，那么印度有什么牌呢？可以抗衡美国的50%的关税？似乎牌不是很多。印度在经贸领域确实没有什么牌，因为他从美国是顺差的。其实这个印美贸易关系不仅是这个贸易，那个印度对美国的依赖还很多。你包括那个服务外包，包括在美国大量的印度裔的这个工人或者技术工人，这些人对印度经济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教授们认为印度难免让步的原因。印度的牌主要就是一张牌，讲白了就是印度有它的战略重要性，他认为美国需要这个印度，这是一张牌。那么这张牌现在也不是无限度的，它有它的这个有效性，现在被透支的也比较多。那么印度人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我们讲特朗普不确定，那美国政治也有不确定。到了明年中期选举，如果印度能拖过去，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万一是这个总统所在的党失去了一些院，那么这样的美国总统的这个执政有效性会下降。到那个时候，印度人感觉到自己等到了某个时刻。这也是印度人所认为的牌，就是美国政治的
某种可能的变化。特朗普可能在想，这个印度要是再偷偷摸摸的买俄罗斯的石油，搞这些小动作，自己的诺贝尔奖就要泡汤了。好，我们再来看啊，印度总理29号访问日本啊，这一次日印领导人将着重关注哪些议题呢？日本政界对莫迪来访有哪些反应？有请在东京直播室的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好的，客服。那印度总理莫迪呢，将会在8月29号，也就是礼拜五呢，访问日本。他将会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日印首脑会谈。预计呢，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呢，会后还会有一个联合记者会。那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日本方面的安排呢，这个会谈的焦点啊，主要是集中在3个领域。首先呢，就是日印呢会促进两国之间的这种人员交流和往来。双方呢会宣布说，未来5年呢要实现超过50万人的交流规模，其中啊就有大约5万名呢是具备理工背景的印度专业人才，可以直接来日本就业。那么这项计划呢就被定位成是要填补日本在 IT 还有工程领域的这个人才的缺口。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经济合作。我们看到日本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呢，要推动对印度达到10兆日元的投资，它包括就涵盖了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还有氢能、医疗，一共是8个产业。那石破和莫迪呢，还会在30号的时候呢，一起前往宫城县参观东京电子工厂，强调呢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另外就是双方预计会就印度西部正在修建的高速铁路，采用 JR 东日本正在研发的东北新干线新型车辆，在这一点上呢达成共识。我们看到日印之间还有第3个问题，就是安全保障问题。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日印两国计划是修改日印安保共同宣言，上次呢是在2008年发布的，所以呢这次应该是时隔17年啊修订。那这个新的共同宣言的重点呢，将会是经济安保、防务合作，包括关键的矿产、人工智能、太空探测等等领域，并且呢推进两国之间的防务对话，还有军演合作。所以这些议题呢，就被日本媒体认为说是日印关系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石破茂政府就希望呢，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要加强两国在经济还有安全领域的合作。客服。好的，感谢李淼。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罗院长。莫迪周5访问日本，在这个时间点去访问日本，它的意味是不需要多说的啊。一个南亚强国和一个东亚强国走近，您觉得是什么促使他们走近？他们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局势？印日关系呢，应该也是非常一个特殊的。那么莫迪这次访问呢，应该说是参加了这个印日的一个峰会。那么里面涉及的合作内容包括经济啊、贸易啊、产供链安全啊，包括这个安全保障这方面。那么实际上是我觉得可能从印度这方面来讲，那第一呢，就是日本它实际上是在印度融入这个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或者说是这个跟美西方的这种合作过程中呢，实际上是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最开始实际上是由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或者说是这个美日印澳的这种菱形同盟或者是钻石同盟，其实是从日本最开始提出的。所以我就从印度这方面来讲，他从战略上来讲，他是觉得把日本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或者是一个桥梁。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实际上是对于印度来讲，那么在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贸和投资的经贸合作和投资的一个来源国。那么包括双方在这个产供链领域，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在美日印澳四边的机制框架下层面，那么双方在这个关键矿产呀、一些技术领域啊等等，他们实际上是也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可能。那么莫迪政府他也是寄希望于那么通过跟日印之间的一种经贸和投资领域的一个合作，来为它国内的一个经济发展来寻找一定的一个动能。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经常会联想到的，那么莫迪这次东亚行，他实际上是把出访日本参加这个日印峰会和出访中国来参加上合的一个峰会，先作为一个 package 来一起来推进，实际上是也体现了其实莫迪政府或者是印度过去几年他所强调或者推行的，那么他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由原来的不结盟 non-alignment 到后来的一种多项结盟，就是 multi-engagement 或者 multi-alignment，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么一种一个捆绑式的一种外交来证明印度它实际上是要坚持它的一个战略自主的，来实现它的一个战略利益的一个最大化。好的，谢谢罗院长。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讨论一下莫迪这个诡异的非常微妙的东亚行程。待会见。
印度总理莫迪周五将访问日本，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据说这一次双方将建立新的经济安保框架。有请在昆明的张家栋教授如何来解读这个新的框架，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莫迪下一站就是赴上海参加上合峰会，在访问中国之前访问日本，这样的外交安排如何来解读？莫迪总理这个东亚行啊，它主要有2个重要的目标。那么首先呢，他是在应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他要与日本这个抱团取暖。当这个印度的总理与日本的首相站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形象不仅给中国看，他其实也在给白宫看，给特朗普看。因为现在这个日本和印度都在面临这个来自美国的这种关税战、这个贸易纠纷，所以抱团取暖，我认为这是莫迪总理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要平衡印度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莫迪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他要缓和、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另外呢，他还要增加对这个上合组织的重视程度。我们本来印度其实不太重视上合组织，但是在美印关系吃紧的情况下呢，上合组织对印度来讲重要性就上升了，他就要来开会。但是同时呢，他来了中国，他又不想让美国、让日本感觉到他就偏向中国了，所以他要平衡。所以我想这个印度啊，在中日之间的这个多项结盟没有变，这个平衡外交也没有变，他要一次访问实现几个目标，这就是这个印度外交一个长期的一个特色。另外其实印度在大国里面，他最信任的就是日本，他认为他跟日本的战略共性是最多的。现在这个印度与日本之间又加了一个经济互补，现在日本缺劳动力，缺年轻人，那么这个印度呢，它就是劳动力富足，年轻人多。那这样子，这个印度与日本在未来来讲，长期的经贸合作的潜能还是蛮大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好，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我假设他能实现的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改变整个亚太的地缘经济的格局。好，那么但也平衡外交太容易了。谢谢张教授。更正一下，这是上合峰会是在天津举行，不是上海。有请娄院长，为什么这一次莫迪会去天津出席上合峰会，却不来北京参加93阅兵呢？您的解读？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是这个莫迪政府啊，他这个官方的一个说明也强调了。那么印度莫迪总理的这次中国行呢，他实际上是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在这个参加上合的一个峰会。93的阅兵呢，实际上是一个额外的一个事情，因为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动作，因为像那个上合峰会，它实际上是这个年度的嘛，但是同时呢，也反映出来，其实莫迪政府它实际上是无论在对华政策上，还是对上合组织的一个态度上，它出现了一些纠偏，就是或者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去几年，莫迪政府它整体上来讲，它对上合组织它是不重视的，或者说是忽视的。那么23年的时候，那么印度作为一个主席国，它从线下改成了一个线上上合峰会。那么24年的时候呢，是派遣印度外长苏杰生代替莫迪去参加这个上合峰会。那么这一次他来参加，我觉得他的一个议程呢，一方面是来进行一定的一个回调，就是对他之前过度的偏向于美国或者过度的偏向于美利印澳四边机制这么进行一个回调。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莫迪这次在参加天津的上合峰会的一个过程中，他还会举行一些双边的一些会谈，甚至是像俄罗斯这方面还提议举行中俄印的三边的一个会谈。当然最终的一个还要看最终的一个确定，但至少也可以表明，那么对于莫迪政府来讲，他希望来推动中印关系的继续的一个稳定向好的一个势头。虽然这个势头怎么走或者走到什么程度，还是有面临着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或者一定的一个障碍，但是这是坚实的第一步，一个非常有善意的举动。感谢两位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Standing in my way, baby. Baby, I don't see you, we falling now. I don't need some
body to hold when it gets cold and I shiver.